hear your voice over and over, sitting on the beach of Dover. What is happening, oh dear, in my head? If we can be together, maybe one day for us. 不是你为什么不是？大家为什么突然笑起来了？不是，到底在笑什么？今天我们在约会的时候拍照，他想了一些很搞怪的一些照片，哈哈。然后我去学习他那些搞怪的一些姿势，我会觉得很有正常情侣约会的那种感觉。今天是在小吴的倒数第2天，然后明天大家就要分开了，然后我想着是买点礼物送给戴戴，然后想的是买一个耳机或者是一个摆件。你现在对这黑皮啥感觉呀？他给我的感觉啊，就是他做的决定都是身不由己呀，就是不知道他怎么弄的，就是咱们这个之间的关系就乱了透了，好像要不让我逼的。我内心的选择其实是你嘛？为什么这样对我而公平吗？每人都有这种白月光。别，我不是，我真不是。不是今天怎么不想理我呀？不知道说什么，看东西了。是他跟瑞瑞聊完之后都对我放手了，我最终落了小丑的名头，这剧本都写不出这么的离谱。哇，怎么的了？我刚刚给我吓得我落荒而逃。刚才吗？为啥？黑皮，你俩都聊的啥呀？咋了？他又在那问我一些莫名其妙的问题。他问你啥了？我俩是没有聊啥，他又是那种无效沟通。对，无效沟通。咋啦？怎么回事？你俩他怪不得又来找我，又跟你无效沟通了。跟你有效沟通又不能理我。他又说聊不到一块儿了，又在那。他说啥？说你跟谁聊的天呀什么的，我也没说。我说你猜，他说瑞瑞，我说你再猜。我直接给他说了。我说我刚才跟我聊了。反正我也没否认，我也没承认。没事啊。不重要，我也不想想，我就搞不懂，反正我就是聊完一事儿，聊完就是结束就 over， 也不是啥大事儿，不重要。反正他回来又逮着我一顿叫，一直在底下喊，吓死了。不知道，反正你别让自己难过就行。我不，你不要老是想着他咋的，你得想你自己的感受。不是，他老尴尬了，你知道怎么回事吗？怎么回事？我是很怕尴尬的一个人。我也是，我会假装不尴尬，我是那种人。不是，他老在底下喊我名儿，一直我在楼上，他在底下一直吆喝大喊我名字，在那一直喂你在哪喂，一直这个样。他轻松呗，他可能觉得聊完天，他觉得轻松呗，那还能这么啥啊？他觉得跟你聊完了之后他轻松了。对啊，可能他最开始可能真的我不知道啊，他可能对我有点觉得那啥，有点负担啥的，反正跟我聊完可能就没这个负担了，就知道自己到底想要的是什么，都来找你。问题是你俩啥也没聊呀。你去问他，我讲真的，你俩事你问他。我不是我和他真没聊啥，我记忆里面真没啥。你们在屋里吗？你们俩？哇，我真挺感谢的。哎呦，真挺感谢你俩的，真的，谢谢你们俩，谢谢。谢谢谁呀？谢谢你啊，谢谢你刚那么说呀。哎，真的不是对不起。哈哈哈，开心就好。Sorry。你快出去，我俩在聊你俩的闺蜜。你俩聊你俩的事儿吧。咋面对呀？我头疼，我真也是挺头疼的。怎么整？感情太复杂。谁呀？文儿。怎么了？文儿。怎么了？文儿在吗？文儿。等会儿。那照片你要 P 一下吗？哪照片？不是说要发一些照片什么？你选一张。我觉得新哥给咱拍那张挺好的。新哥，可以啊，那他可以多发几张的。那问新哥要。我觉得这张咱们也可以走点近。你觉得这怎么样？可以。我觉得加一星了。你觉得这张？
选手也可以。那就这4张。对，就是4张。我问鑫哥要一下那个照片想。哦，鑫哥，那走，让你找，我在下面坐着呢。啊，我歇会儿，我歇了。啊，我累了，我先回去了。我先你坐。歇着吧，拜拜。拜拜。我那会儿是有点回避他，就是因为刚跟瑞瑞聊完，我也接收了一些对我来说是比较巨大的一些额外的一些信息，因为我心里有这些问题会受到影响，我不知道去怎么怀揣着这些问题去面对它，也不能说是去刻意的回避，就是不知道去怎么面对，所以我选择了先把这个事儿先放一放，等到稍微缓过去那一个情绪之后，我们再去重新去面对它或者怎么样。你现在心里面还觉得嗯，我说那话有点不开心吗？会？现在肯定没有啊，这都过去了，都说了翻篇了，对吧？但我觉得我要跟你说一声对不起。如果就因为这句话，它确实是一句开玩笑的话，就没有想要伤害你。翻篇了，你都过去了。咱要真觉得有问题的话，咱也不那个，你知道吧？我觉得你说的对。翻篇了，姐妹，真翻篇了，别提了。这事我就当你刚没提，就翻篇了。咱刚才已经在那个小河边翻篇了，那就翻了。当然，我就再也不会再去跟，就是不用谁也不用再说这事儿了，你也不用跟别人说，我也不用跟别人说，然后就翻了这事儿，就等玩，你咋那么弱哟呢？啊，就翻了，咱就是吧？翻了。那今晚我们可以多说点话了，是不是？想多说话随时都可以啊。本节目由国民品牌东阳光药赞助播出。本节目由纯正果味、软糯 Q 弹的不二家耐可塔软糖品牌赞助播出。他好像真要走，你要跟他说一声。带家里说我不想。你准备好了吗？好，等我一下啊，都快睡着了。妈呀，他这门一敲一敲的，我都是刚睡着就敲门，刚睡着敲。刚才鑫哥来敲门了，我开玩笑的。我这心脏忽悠忽悠的。不会，怎么会呢？那我先走了，姐妹。准备好干好呀，我也想走了。哎，我帮你拿吧。啊，我帮你拿箱子吧。你帮我拿。这想得美。你来。这，你敢吗？哟 ，Chris 要走了。走吗？对。哦，我也要走了，拜拜。啊？真的假的？没有，他走了。给你送个花吧 ，Chris。哦，哇，这么好。我们拍个照，要不？我们都和 Chris 合张影吧。 Chris， 你要走了吗？要走了。对啊，下来，都下来，下来送别一下，下来送别。来了。在 Chris 最喜欢的篮板下面给他拍照。很多小伙伴们都出来给他送行，拍了很多合照，就还是挺不舍的。拜拜，爱你们，一路平安，爱你。拜拜，一路平安，拜拜，拜拜。送君千里，没有一别，没有别，我来，我给你送到车上。好，一会儿回来，拜拜，拜拜，大家一会儿见。拜拜，拜拜，爱你哦，爱你，拜拜，拜拜，走了。这几天就很开心，可以认识到很真诚的一群人，特别的开心。希望日后继续跟大家去多多联系吧。对，其实他们是买了我的票，走的是我。惊喜一下他们。鑫哥在很八卦的看着你，怎么？道歉啊！
如果去香港，我都揾你一齊拍視頻。好啊，你會唔會拍嗰啲？我未拍過。我都未。有 friend 叫我拍，我都話唔好搞我。其實我哋頭先佢係想叫我哋拍，不過我又唔好意思啦。我一次都未拍過，做咗咁耐。如果你同你啲 friend 嚟廣州，你同我講，我帶你哋玩。好。想唔想啊？邊度揾出嚟？新歌給我。新歌給你，佢放咗個麵包俾你。怕你路上餓，就給你帶2個小麵包，昨天買的那個小麵包。哇，你真的太貼心了。怕你路上餓。對。好，跟我。我吃你吃。似你老豆嘅。好想，老豆啊真係。係咯，佢仲俾咗啲咩俾你啊？好似係有冇一封信？佢都寫咗封信俾你。I love you, Chris 係咪啊？就到咯，好似。好近其實。半個鐘咯，換啦，其實。我啲早喎，就3個鐘架飛機。我拿行李。我幫你拿一點吧。不用不用。我來拿。我好重啊，好重。走吧。送到這可以了。我也給你寫了一封信，其實早上寫的。他的離開會讓我蠻失落的。回到房間以後，給 Chris 寫了一封信，來表達我的一些想法跟感受吧，也很感謝他這幾天的陪伴。如果你看不懂我的字跡，你可以問我。好。好，三個。好。好。See you down the road。好。See you down the road。拜。因为我是一个很感性的人。I'll see you down the road， 因为我们2个都很喜欢这部电影的那句台词，我在下一个人生路口再见。71125 cannot leave on schedule. Due to air traffic control, please have a rest in the waiting hall and wait for further information. Thank you. Dear 汤君耀，我曾无数次设想30岁那年的自己会活成什么样的模样，想了很久，答案落在4个字上：见过世面。是因为那个恰到好处的刹那，在我与小屋中最低迷、最需要被光找到的时刻，觉得我应该不会再录下去。你来了，就像清晨第一缕落在窗台的光，悄无声息，却刚刚好。从你邀我吃早餐，到我们合唱一首粤语老歌，到卡丁车上的风驰电掣，到4手联弹时指尖的偶然相触，到晚餐桌下那些深而慢的交谈，再到最后一天蛇村的并肩探险。谢谢你，在我这段仓促的旅途中画下了最浓墨重彩的一笔。最后 I'll see you down the road， 我们在人生的下一个路口再相见。辛苦了。
子轩，我不太善于表达，表面总说不出心里话。想着你是个很细腻、很有文采的人，应该会喜欢用这种文字的表达方式，就写信跟你告别。真的特别舍不得，和你相处很开心，也很开心能在这里认识你。之后咱们一定要常联系，我给你送的娃娃上面写着平安，那就祝你平安开心，我们线下见。因为这几天时间也比较短了，然后可能在线下，因为我们也住得近嘛，继续去保持着联系，可以用更多的时间去了解。很遗憾没有能够了解他更多，我希望就是能够看到他从喜欢一个女生到慢慢接触，到义无反顾的坚定的选择他，我觉得这个过程会很美好。就像他说的吧，就是希望能够在线下咱们多见见，多了解一下。加入芒果 TV 会员，更多心动细节加码看。呀，文儿，这不是文儿？哎呀，咱俩这是穿着默契上了还？默契上了哈？你干嘛去啊？找人。你今儿干嘛了？躺着呗，能干嘛呀？啊，得空。怎么就剩咱们三巨头？哎是呀，文文。坐这儿啊，好吧。文文，文儿今天怎么不想理我呀？文儿，不知道说什么。啊？哎，不知道说什么，看东西呢。好吧。文儿，文儿不想跟我聊天吗？文儿，没有聊什么。咱俩也来一个那个下午的谈话，来一个想对谁说的话。你知道我有想对你说的话吗？你知道我想对你说什么吗？你有什么想问的吗？现在吗？对啊。现在没有。对。好吧。但我觉得我下午说的话说的还不错。你下午说什么了？我不找瑞去说话了吗？我就把我的这个话就说清楚，就是说我对你的感觉，你懂吗？什么？你为啥要跟瑞说这个？就是说一些。我就说我做的每个决定都是正确的决定，都是因为我不后悔的决定，都是非常夯的决定。文儿呢？文儿呢？我怎么了？没啥，你不想理我就不理我了。哇哦！哇哦，这是传说中的烛光晚餐吗？好像是这意思，感觉很对，有没有懂的？集体烛光晚餐吗？哎，那我们两个坐哪里啊？我们坐中间吧，这样吃的多。OK， 就这里吗？坐。好，可以。哇，这感觉好爽啊！感觉好有氛围啊。Hello。
Hello. Yo, what's up, man? Yo, what's up, bro? Hello Hello，哎呀，我就坐你旁边吧。哎 ，Hello 啊，Hello，哇哦哇哦，文儿，好美丽啊，文儿。很帅啊。今天我干嘛去了？哦，来了。Yo，哟，对着做还挺不错的。哇哦，是轩轩吗？不是，是瑞瑞。哇哦，这么 fancy 啊！哇哦哇哦哇哦，哟，好美啊！我往哪边？我往哪边？随便坐，随便坐。好美哦！来我对面坐吧，轩轩，瑞瑞老师。哇，谁来了呀？哦，谁来了呀？哇哦！哇哦，这太美了！这大长腿，轩轩，太惊艳了，太美了吧！可以坐在这里吗？好，可以。谢谢你。我们差谁？差戴戴以及我们的魏老师。啊。哦，哇，耶！怎么突然有种第一次大家抬剑的感觉？有一种感觉好久没见了。美美的。先碰一杯呗。先碰一杯，来吧，最后一碗了。最后一天了，对喽，第二天了，没错，耶，非常开心，开心，非常开心。开吃了。好。对，10年时间。好吃。还有汤，不错。这个是什么？我们就最后2天了。你们在小屋里比较感动的瞬间怎么说？哎呀，我感动的瞬间，我想想，感动瞬间应该是记第一深的，应该是那个第5天演唱会的时候，最后大家一起就是那个群像的感觉，我很感动。对，然后还有就是，对不起，就是还有就是昨天晚上大家一起劝我的时候，让我觉得大家都把我当朋友了。我其实想要的就是一个，我知道你什么意思了。就因为我太表达了，我总是被大家误解，然后我可能也感性了，现在也向劝我几位老师道个歉，因为当时没有听你们理性的分析，当时确实就是有点上头了，对，然后可能就在那高压情况下容易有激动的情况，这个是我自认为是个小家长没做好的点，对不起各位，对，然后还有就是在动物园唯一推我的时候，我很感动，就是我俩一起唱歌，我唱一句你唱一句，那个时候我感觉很感动。对，然后可能剩下感动细节呢，我觉得也有很多都在脑海里，我觉得在未来日子里我可能还会再想起。然后呢，星哥是个很性情的人，可能对我来说最感动的瞬间应该是误会解除的那一瞬间吧，和所有人的误会。因为我感觉我以前是一个对待问题比较逃避的人，其实我没有太和大家交流过我内心的一面的想法。第一是我比较可能我自己的性格也会比较封闭一点，也比较难以打开心扉。当每一个人来主动和我聊天的时候，把很多我不知道的消息告诉我，或者是我不知道的视角告诉我的时候，我感觉到了被信任。我觉得那个东西很宝贵，因为别人的信任对我来说可以
变成一道打开门的钥匙。那个钥匙就是对我来说很重要、很珍贵。还有一个就是，我觉得我要感谢大家，因为我来这个地方，我觉得我体验到了我可能3年、5年我都体验不到的一些酸甜苦辣和人生感悟。我觉得它锻炼到了我很多，而且这个东西是我在日后再复盘来看，我觉得这是段非常非常宝贵和珍贵的回忆。而且感谢节目组让我在这个地方快快乐乐的做小孩，做了10天。不一样的我觉得人生在世，朋友2字，相处在一起就是缘分。缘分在，我们就往下走下去；缘分不在，但做人要仗义。我觉得每个人都很仗义。感谢大家。哦，好真诚。说得好，这太棒了。淡淡的，就会深深的。首先的话就是 Chris 在离开之前给大家写的信，所以他说让我读出来给大家听一下。Chris 写的。对，是的。小屋的每一位朋友，想来想去，还是想留一份信来和大家告别，因为我有点不太擅长表达，担心面对面的表达反而让离别变得有些伤感。因为工作安排，我必须要提前离开小屋，没有办法陪大家走完这段旅程，心里特别的遗憾。刚来到小屋的时候，我一直有一些拘谨。我叫 Chris， 他这样对，在香港过来，加上自己普通话不太好，所以很多时候都不敢主动说话和大家聊天，有时候也会慢半拍。但是即使我话很少，都能够感觉到大家毫无保留的善意。我记得小屋那一场热热闹闹的派对，我们一起唱歌跳舞，被这份快乐感染，和大家一下子就熟悉起来了。还有和芊芊、开心、子轩的4人约会，大家慢悠悠的相处，还有轻松的聊天，慢慢的忘记了这里是在录制。小新做的炒蛋也很好吃，回香港我也会常常想起。谢谢大家以来的包容和照顾，我想好像一直都没有好好的说一声谢谢，就到了离开的时候。希望大家都能在小屋里继续收获快乐，遇见心动的缘分。等大家来香港找我玩 ，Chris。哦，谢谢你 Chris， 谢谢 Chris， 谢谢 Chris， 谢谢 Chris。Chris 无处不在。我觉得我一直觉得我是一个很理性的人，但是我觉得小屋几天，就像大家是讲的，像一个迷你的社会，然后人生的酸甜苦辣都可以在短短的10天内，非常非常，我觉得彻底的感受吧。然后最让我感动的就是大家都会互相托举。包括其实我表演双截棍的时候，其实我是很紧张的，但是大家都有在帮我烘托气氛，鼓励我。我觉得这个是我很久很久都没有，就是感受到的鼓励、善意和温暖吧。所以谢谢大家的包容，谢谢大家对我的照顾，谢谢大家对我的照顾。然后芊芊跟开心，从第1集到现在，我看到你们的甜，还有你们的相处，是我很羡慕的，因为我觉得，就是芊芊对你的那种坚定的选择，还有很明显的喜欢跟保护，是很难得的。哇，不好意思，哇，萱姐别哭，萱姐。萱姐别哭，我希望你们能一直好好的下去，真心的希望。那到我了，那我就由浅到深的说一下吧。OK， 先从浅层说呢，我第一瞬间觉得比较感动，就是可能大家一起吃早餐，因为像我真是一点饭都不会做。然后来了之后，发现都是男孩子们在做饭，然后女孩子们就是都不会做，但是每一天都是这样，男生们都很绅士的照顾着女生们。这个简单。谢谢谢谢谢谢。我的天哪，这种感觉太幸福了。我也觉得。谢谢谢谢。下去。开饭。谢谢。我觉得这一种一上来就建立的默契，就会让我觉得刚来就有一种大家是一家人的感觉。然后这个也是让我沉浸在这里的第一步，
然后第二呢，就是咱们一起完成那个节目，就是也是同样给我的感觉，就是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魅力点，但可能这个魅力点每个人在不同的环境中做不同的事情是这样子的，但是当大家聚在一起的时候，它就会迸发出无限的能量，我就会给我一种。我都不相信换做其他的人，或者说把我们中间的任何一个人替换掉，就是都不可能完成这么完美的一个演出。然后这也是让我更加打开自己，然后沉浸在这里的第二步。然后第三步呢，其实因为在这里发生了很多事情，和大家各种人聊天，然后也甚至包括跟新哥有那么一些的小不愉快，但我觉得可能也是因为这些小不愉快，反而就是更加的激发了我的真实的情绪。所以就是说，我是认为我们大家都相聚在这里，就是未来一定是可以一起走下去的。该我了。对啊。我先缓解一下这个尴尬的气氛，我有个小礼物送给大家，咱们就开心点，稍微开心点。哇 ，OK， 你们说的都太紧张了，稍微开心点。明天还有一天呢，然后有一个小插曲，就是他可能这个礼物啊，他是本身是想根据就是你们的生日去选的，但是没选到，所以说有些人是可能就是月份，有些人是就是你们的拼音然后带的。OK。好有心。他说我不会说，我就送礼物。对。第一天就是用行动代替语言。对 ，X 应该是星宇哥。哎，对了，这个技巧。对，第一个应该给哥，没毛病。瑞啊，谢谢。好可爱呀！谢谢魏一，哇哦，也是小熊哎。哦哟。你是什么？我是 Q。哦，我是7Q7。谢谢，太可爱了，太可爱了。谢谢。OK， 那我就接着魏一的这种轻松愉快的氛围接着说下去了。对，大家我感觉说的特别沉重，特别感动，然后来点 chill 的，来点 chill 的，没错。就其实 ，Let's go。我从第一天来到小屋，戴戴跟大一，其实我们一起买了炸鸡，然后我知道是他俩想让我更快的融入大家，然后他们俩就说，你说就是你来买的，然后给大家带的小零食。其实从那一刻开始，我就知道，大家都是一个非常peace，并且非常chill 的一些人，我就已经非常期待跟大家的生活了。我意料之中，可能大家可能会有一些小架子呀，或者怎么样，因为我是第一次参加这种节目。其实我发现每个人都在做自己，并且每个人都非常的真心热情。因为我确实是很喜欢找人聊天儿，然后我也是，我其实跟每个人都私聊过，包括有天晚上我也会做一些。不管是我可能说话说过了怎么样，然后一哥就在我床上对我讲一晚上的非常好的话，对，然后包括我新哥也是，对，然后其实新哥特能跟我玩得来，我们俩说的那些话呀，就非常的对，非常懂，你懂吗？特懂。然后其实文文有一天晚上跟我说的话，我真是就是非常的有道理，非常感动。然后我知道文姐其实一直在包容我。你可能外边长得挺成熟的，挺高挺壮的，你内心里小孩子成分还是占挺多的，你没有那么成熟。那天早上我们344这个组合出去之后，你下午来找我，那天我其实你搭理我，我不是没搭理你，找我聊了之后，我那天晚上我依旧把短信发给了你。为啥？因为我觉得你现在还没有那么成熟，你愿意给我时间，对你摇摆一下，我觉得是很正常的一件事儿。我觉得我可能也有一些不够处理的不够妥善。没，你做的太好了，我跟你讲，就是完全是你在包容我，真的，完全就是你在给我时间，你在包容我。虽然说文姐她一开始这种青岛口音非常吸引人，吸引到了我，对。然后
我感觉到为什么会有一个这么幽默的一个女生啊，跟她聊天好愉快，我被她的人格魅力所吸引。给哥们夸爽啊！很幽默，很幽默。而且文姐她是内心是非常有东西的，她的一些观点让我感觉到文姐格局特别大。我感觉她是习惯把一些事情放在自己心底，等她真正解决好之后，她可能才会跟我们说。对，其实我觉得我跟文在一块儿，我真的非常的轻松加，因为她其实包容我太多了，包括我们这样的出去约会都是文在开车，然后文姐也爱开车。我当时，然后对我其实坐在副驾的感觉就是我能睡得特别舒服，然后就是有非常的信任那种感觉。然后其实我讲个小故事啊，我们那天去做那个做唇膏，因为我也没有给大家准备什么礼物，我那天跟文说，哎，咱们要不然做11份吧，给大家每人都准备个唇膏。但是那个店的老板就是说，他们那个只有三个模具就没法做了。然后我们俩就给互相做了一个唇膏，然后第三个其实在我这儿，第三个其实在我这儿，对。我做完之后没有给他看，然后我拿张纸，然后我在上面写了一行字儿，给你写个小东西啊。写哪儿？不告诉你，不告诉你，猜的呢。写的是我的大名田雨辰，富尔文文，田雨辰，富尔文文。哇！哎，这个藏了一手啊！我的妈呀，兄弟！然后我其实这几天一直就是把它包在纸里，我怕它这个字儿磨掉了，对。哇！收下了是吧？谢谢。OK。当时心里是有一些感动在的，这唇膏的事儿有几次我是已经忘记了，让我没想到他今天把它拿出来了，感动的情分是在的。就是还是非常感谢大家对我的包容，我就觉得来点愉快的，就是来点愉快的，来点那句就是老话，我们就是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对吧 ？Let's go。有哪句话让你最受鼓励？我觉得就是很多人说过鼓励的话，但是王心怡她就虽然怼我，但她老鼓励我，还挺好的，还挺好的。谁是最有反差的人？我会觉得是戴戴，因为第一天的时候，包括一些职业的公开的时候，因为知道了这些东西的话，我会觉得他是一个很有影响力的人。然后包括我们之后一直在慢慢的接触，包括从一个不熟悉的一个状态，然后到熟悉的状态，我会觉得就是戴戴是一个很接地气，然后相处起来真的很舒服。然后戴戴确实就是属于那种很直接、很直给的一个人，我会觉得反差真的很大了，在我的心里。掌声送给戴嘉丽，那掌声送给每一个人。其实，在我心里反差最大的也是魏毅，因为其实我俩就是也有话直说，我们俩在车上也聊了。我说前几天刚跟他出去约会的时候，我觉得可无聊了，尤其在那捏那个泥巴的时候，鸭舌帽往下一扣，我都要睡着了，然后还在想怎么还不赶紧捏完，赶紧就走了，还要再试一次。然后但直到我们俩其实到第7天的时候才是真正的第一次聊天，然后聊天的时候我才发现，哦，原来他不是脑子里什么东西都没想，他不是什么东西都没有注意到，它是一个很细节到会让我觉得很意外的一个状态，我又会时不时的会有 shock 到我一下的那种，shock 吗 ？surprise，就只跟对的人吃，不跟错的人吃。那你给我点，你为什么不跟我说？那你收起来了，你没跟我讲。哦，原来你的细心都是隐藏在这个背后。我觉得反差最大的其实是王心怡，就是在我个人看来，一开始我刚就是认识她，她挺文静一小女孩，
就是可能会比较有情商，会比较尴尬的时候，他会引话题啊什么的，但是你好，还是偏恬静，你知道吗？恬静，但就是这时间接触下来，发现他是一个就这种这种感觉的，你懂吗？发现还蛮对的，对，就反差挺大的，就对，但是对的，嗯，全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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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觉得大家反差都挺大的，但是我觉得其实在我心里面反而比较大的是芊芊，就是因为可能大家跟芊芊一般看到她的样子都是那种比较有就是这种感觉的，但是因为我们两个这2天就是私聊的机会比较多，然后其实我能感觉到她其实心里有非常细腻的一面，然后非常温柔的一面，就完全是超乎了我的想象的一些东西。我的一些同龄的很多的男生，他们可能没有办法像芊芊这么聪明，这么就是有很多技能。假如说钢铁磨成针，就你真的会挺多东西的，我发现你小子深藏不露啊。然后对，所以我觉得他其实对我来说反差很大，就是他的每一面都不太一样。他是在一些事情上面可以去给人一种这种比较安稳的感觉，就跟他完全平时要炒热气氛的那种感觉是不太一样的。你跟这个人在一起的时候，就干的任何的事情，你会觉得很安全。就不管是我们去划船啊，包括蛇村那天，然后我说我很冷的时候，然后他当时去给我拿了一件外套，哎，我不敢动了。没事，放心。对，所以我觉得你很靠谱哦，你很靠谱哦。球挺不靠谱，但谢谢你，真的有被暖到。不客气。哎呀，好甜啊！好甜，好甜。小蜜罐儿，小蜜罐儿吗？他夸了夸我，有没有人懂？确实，我是觉得相处下来我很幸运，我没有跟他谈恋爱，或者是没有跟他在一起的话，我觉得这是人生的遗憾，我感觉。小屋生活即将结束，有什么跟大家说的？那可太多了。这样吧，没人打头，我先打头，省着越往后那个想词儿想的得越来越多。那我就一句话吧，我说我想对大家讲说，这里不是楚门的世界，这里是真实的世界。那第二个我说，我觉得这里其实是一个里程碑，是结束也是开始。哇，怎么感觉准备过？这个也是我在第一天在跟魏哥在明信片上面写的话，叫一切过往皆为序章。所以我希望我们之后的序章会越来越精彩，也希望大家能够找到自己的幸福，跟珍惜这段缘分。就我一直想说的就是，我们在座的这群人都太夯了。就我们都太厉害了，就太强了，就因为我们这群人，我们才能制造出这样美好的回忆。可能因为缘分，因为命运的齿轮开始转动了，我们聚在这里，真的很开心，充实又短暂又疯狂又快乐的10天，这是。那下一个我来说吧，我要不真的没得说了，就是借着这次机会，然后每个人都是一次非常大的成长。对，如果我们真的很有缘分的话，我们线下可以见的，一定要见就好了。你懂吗？我们是一个 family， 你懂不懂？没错 ，yes， 就是我们是一个大家庭，就是以后的路还很长，就不只是出了这个门，我们就以后可以对长聚。我希望能够在未来的旅行当中吧，就是人生的旅行当中，还有这个时间和缘分，可以多再深入的认识认识。我爱你们 ，We are family。你的英文口音也特别有意思，你知道吗？哇哦！You take my breath away.
哦，你们收到那个了，短信了，看一眼。心动短信吗？不是，明日是告白日，所有故事终将迎来结局，有的在春天悄然开始，有的在春天轻轻落幕，请慎重选择，直面真心。如果你明天有想告白的人选，请把他的名字发送给小屋管家。所以对我已经淡淡的感觉了。昨天晚上就很明显了呀，自己怎么来怎么走，我就知道结局了。Hello。我不可否认的是啊，就是确实有情愫，确实是会有的。但我准备的都是属于那种夸奖你的话，结果一下子现在全忘记了。